为了侧面了解老人们的生活，我们特地采访了在社区服务老人的大姐姐。你们社区工作人员助老人上门提供的服务都有哪些呢？助洁、助疗，还有这个心理关爱等等，很多方面的各方面，就是根据老人的所需，也会陪老人他们聊天沟通。那大概多长时间上门一次？谭爷爷这种属于高龄老人，高龄老人的话，我们是每个月上门一次，上门一次服务时长是90分钟，两老工作。刚接触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繁琐，但是现在时间做的长了嘛，老人还是都挺好的。您跟谭爷爷认识多久？谭爷爷是我们的服务对象，那今年是服务了第4年。那您觉得谭老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就是心态很好，对这个老人心态很好。那像人家空巢独居老人的话，基本上也都是很焦虑的，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嘛。那还像谭爷爷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包括不仅是我们就是上门服务的公司会对他很放心。然后就是社区的话，我们这边社区对空巢独居老人还有一个每周1次的探访工作。对，每周他都会有人上门去关心他的这个生活，他的这个心理。您所接触的就是这种空巢老人多吗？不回来，像谭爷爷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，说常年不回来的比较少。如果成功申请的国外的大学，或许明年开始，我也会变成那个常年不归家的孩子。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们，我真的希望社会上会有更多的人关心他们。金秋时节，团聚的日子，我带着小伙伴们再一次去拜访了姚爷爷。在这丰收的季节，看到道路两边那金灿灿的田地，让我激动不已。这次姚爷爷当然没让我们去村委会等他，接到我们的电话后，他一直在家等着我们。回想到第一次见面时，他仿佛还穿着厚厚的铠甲防备着我们呢。进行了简单的礼物交换后，我们开始了回访。就是也想问一下，最近您过得怎么样？我过得蛮好的。上次来了以后。哎。也还会有人定期来，就是帮你打扫一下。对，帮我打扫的，哎。可是蛮干净的。那中秋节您儿子女儿来了吗？哪个？也来了的。也来了的，他们在工作，哎，他们。有我儿子他们在教书，哎，一个在幼儿园教，哎，明白。那您后面的院子还在打理吗？就之前看的那个后面的院子。看了。在我们的请求下，姚爷爷同意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菜园。能不能带我们看看？对，看。那其实我整理菜了，就个菜，那也对上。其实韭菜，其实萝卜，那其实萝卜，大葱，这青菜几瓶就还。还打药吗？还打药吗？不打药。不打药。哎，是的呢，这几个，去整几点蔬菜，那平时就是从这边抽水，然后。直接浇就是了，现在农村老人们忙活了一辈子，没有退休一说，老了还是得自给自足。辛苦几十年到头来，自己的儿女还去了城里，贡献于国家的建设。按传统来说，儿女养老才是常规操作，但城市化建设剥夺了老人们的这个梦想。然而对姚爷爷而言，这一切又显得那么的不足为奇。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。自己切，儿女他们那个就弄一点还，
你们给钱点点菜下去不用，啊？谢谢。这边是不是都姓姚啊？不，信仰的很多人。姓姚的，哎，有点炸头菜，都是为了小青年也走的了，也在城里工作，就跟那警察员来个，你来个，他来个，都是开车子，下面全是老年这个，哎，那是丝瓜死的了，丝瓜。早一打个电话嘛，扔个便饭去多，来玩玩。聊天时，姚爷爷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：他年轻时也离开过家，他当年的离开也一定让他的父母变成了空巢老人。以前我俩年轻啊，我山来钓鸡，中门钓老板。我俩年轻不这个，都是老板在外头带个我的。现在年纪大了，那个，也许姚爷爷早就接受了空巢的遭遇。孩子们总是要离开的，他们得去远方筑自己的巢。或许这就是一种正常的轮回。好，欢迎来啊，来，好，谢。可是我怀疑姚爷爷说的这些都是安慰自己的话。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去远方求生？谁又会愿意自己的儿女因为生活所迫离开自己？好几个月没来看刘爷爷了，有点迷路。远处的大烟囱和街边茂盛的电线杆帮我们找到了村庄。村里的房子都长得差不多。我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刘爷爷家的门。你好，其实刘爷爷早就在门廊等待我们的到来。是刘爷爷家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回来，牛子掉了啊！哎呀，是新买东西干什么？这么客气了，进来坐吧。上次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刘爷爷提到过重阳节时可能有太极剑表演。进来坐，沙发上也好坐。他很沮丧地告诉我们，到现在都没人组织。不然怎么能够协调起来呢？所以这里一直到现在没有通知，没有搞。一直到卫星停下来之后，一直到现在没有搞。其实刘爷爷非常渴望通过这种活动与周边的老人们交流。他提到一位附近的老人，他的发小，据说也是个文艺的人。活动的这个人呢，是原来是我们大队那个老书记退下来的人，给他抓这个活动，他还有一定的这个缺陷，所以呢，我已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他。你不告诉他嘛，今天这个重阳节没得活动，我说我告诉他了，他是还是要想下来看看谈谈聊聊。我说，那天你有机会呢，他愿意来吧，来我跟他交流意见。他叫我把你们带的给跟他交流。也许是表达的问题，他可能高估了我们纪录片的影响力，甚至以为我们能帮他们和上级部门说点话，帮他们把重阳节的活动找回来。可以，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你们去。他的能力很强的，他在这个网上这网友有200多万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在乡下还会有这样有趣的老人。团队一致认为，哪怕我们帮不上什么忙，也得去会一会他。好，走。虽然时不时有大车在我们身旁咆哮地通过，在爷爷从容的脚步后面，我们却感到很安全，感觉就像爷孙几个外出游玩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这个严家巷，这个前面村子就叫严家巷，所以就是它吸引。
那这就是他家。